因为他们是几乎没有失误的啊，找到机会就打。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一局比赛 ，AG 是白方选了红，RW 侠在蓝色方先办先选。元辅班 B 班鲁班大师，今天金宇和梦溪两个人的状态十分在线，就这个队伍，他前期打得好不好，就看他俩，只要他俩状态好，RW 侠前中期就基本上没什么问题，节奏就会很顺。对。RW 侠斑马超防一手，潜龙腾渊，敖影，这是要一抢敖影，所以斑马超。破镜沉海，一剑中。AG 的话则是双班常规游走，鲁班纳士和盾山。那 AG 这里应该是少素媛加仓去打敖影。谁存此源？仓死地深渊。再点个少素媛。看看 RW 侠要不要回一手攻势，习惯就好。回一个攻势就是一样出张良王昭君去打这个少思源，然后 AG 3楼就是一个武则天。但其实我一直都认为啊，你在蓝色方选张王，对手选武则天的话，其实张王没那么舒服，没那么好打。武则天这边可能还会好一点。RW 没有这么选，选择海月，海月夏洛特啊，这拿的都很强势啊。那 AG 做强边路呗，这3楼的 counter pick 可以直接把矛头指向对抗路。他3楼要么拿个圆坦，要么直接出狂铁。拿了狂铁，前期做优。目前的2条边线做的都要强于济南 RW 侠了，把大司命搬掉。RW 还是考虑搬掉了武则天。不想给 AG 好中单用了。而 AG 在拿到仓的情况下，又把哪吒处理掉了。因为 RW 这个阵容其实他是不怕哪吒的，他有海月，然后又是个敖影。RW 再搬一个阿古朵，也是给海月搬了一手。然后 AG 这边搬掉一个镜和哪吒这边都是用来保仓的输出环境的。RW 最后一班沈梦溪，削弱了 AG 的中路线权。AG 拿夏侯的话，他的中路有安琪拉可以用，安琪拉配少素媛加夏侯惇比较好用，而且也能够抢夺中轴线权。对，这个阵容 AG 应该是要前中期开始发力了。RW 侠选杨戬打对抗，那他可以补一个朵莉亚，双大杨戬，双大海月，然后朵龙下路双人组对线强度也不弱。想听天籁之歌吗？可说是一举3得。是的，没有这个福分。但朵莉亚强度是比较低的，所以 AG 我觉得这中路就来安琪拉配合打进攻，他这阵容就打凶一点。对，杨戬一个单前排，哎，换嬴政了。嬴政，也或者是他选嬴政也是看你这个阵容是个单前排，所以嬴政长手扫起来会比较舒服，就不要让夏洛特贴身就好了，然后防一下夏洛特的切入以及敖影的进场3龙魂锁嬴政。我感觉他拿这嬴政之后 ，RW 侠这手杨戬的压力小很多啊，不怕被秒了。他虽然不怕被秒，但他难道也他也不舒服呀？你说他也摸不到嬴政啊。杨戬跟夏侯惇在正面对峙的过程当中，这嬴政不乱扫他？道理是这么个道理。然后还有个狂点，你毕竟是RW侠毕竟是个单前排 ，AG 他是个双前排，只是说在龙团的时候，这夏侯惇应该是见不着人的，啊，被海月拉进去了。但这也一定程度的说明了一个点，长生这把得有钱。如果长生这把没有钱的话，他就无法限制金宇。中期应该会开始补经济，前期的话多把钱让给夏侯惇一点。AG 对于 RW 侠这手海月的应对措施就是组了双前排阵容，狂点加夏侯，一个被拉进去，还有一个前排可以顶着，然后保双 C 打的一个阵容，不是一个切对面的。但是这把 RW 侠如果让龟息的夏洛特发育起来，还有一个金宇的杨戬，这局比赛如果顺的话，双大杨戬可能就会让 AG 这个双前排无所适从了。主要到时候就看这狗放的怎么样，他如果一技能放的好的话，能够标记到后面，标记到后排身上，
那跟夏洛特一起进场，这很容易把后排给冲掉的。嗯，还有一个敖影也可以冲过去一起打。其实话说到这儿，RW 这个阵容只要举全队之力找机会把一诺的仓切死，团后的画面就全是 RW 侠优了。对，因为 AG 这个阵容其实跟上一把的那个盾爱差不多，它的核心点几乎都是灌在了一个人身上，但上一把好歹还有个老虎在，对吧？这一把的话你还没有背景虎，你是个夏侯惇，也就是说当仓一阵亡，RW 他只要处理掉了一诺，后续的团战夏洛特、杨戬或者说敖影这3个人里面有2个人都可以收掉比赛。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双方比武的第2局，蓝色方济南 RW 侠，红色方成都一长安会，我是瓶子，我是解如黄超，比赛开始。全军出击！开局和上一把很像，梦溪是选择了先帮中，而大帅的话是跟一诺过下，然后拿下路的红隼。然后 RW 是让晚墨帮助金羽提速，中线过完了之后，然后去上路，看能不能抢到渲染的这个劣质。没拿到。渲染一技能横扫，赤甲归期拿掉，那就看空间之灵。空间之灵梦溪来了。大帅是在下面帮一诺控 RW 侠的劣质。那这开局双方还是在双边上进行了资源互换。对，然后这个劣质还在拉扯。本局的第一视角给到了小鱼，小鱼冲上去给个双龙魂抽一波，逼了个净化。金羽这把杨戬应该很暴力。我开局看他那1级的血条，我就感觉他铭文上肯定都是带着输出偏多一点的。他现在4级类就只有4000出点头的血量。是的，然后他出装上也是一个红刀加铁剑。双打杨戬想把前期强度打起来，然后迅速终结比赛。但这样容错率也很低哦，你这个阵容就只有你杨戬一个前排。如果这么玩的话，中期掉一波点就出事儿了。那9异变1红月10狩猎10鹰眼，纯输出的，纯输伤害高，极步之靴，抢速率，当野合打了这把。我估计他就是看 AG 这个阵容软。不太好秒他，对他这阵容太软了，因为像刚刚黄超说的，你毕竟没有选择安琪拉。如果这一局比赛不是嬴政是安琪拉的话，那可能就不会这么说。对，如果是安琪拉的话，他铭文上可能会带魔抗，地掣天崩，会带点魔抗顶一下的。你嬴政的大招毕竟伤害没有那么的稳定，然后这样仓需要一定程度的发育时间，很有可能像上一局比赛一样，一诺装备还没起来呢，比赛就已经差不多结束了。是的，但金羽的这种选择对他个人要求也特别高。不能出现掉点。然后晚墨只要在龙团的时候把冉翔拉走就行，把冉翔拉走之后留个渲染在外面。最好的情况，归期还能盯住渲染，让他传不过来。对，走到2技能滑一下，耗一波3段大放完，再刷一个。金羽大红刀出来了，桂西跟渲染上去这么打，2个人龙团都过不来，都有断传送的技能。夏洛特的大招，杨戬上去打一波，拉走，断了，刚好夏侯大招飞出去了。是的。这一波金羽就是想利用自己的这波法天象地的强势期，去把冉翔的状态打到斩杀线，然后让晚墨把他拉进去召集杀。是的。然后冉翔他绕回野区的时候，阿达姆侠就直接抢速率把这个龙给 rua 掉了。对。本局比赛7人看好了济南阿达姆侠，19人看好了成都一长安会。
谋事在人。就刚刚金宇的那种玩法，他有2种选择：一是我把这波中线权我不着急抢，我把反击强劲留到了4分钟龙团打；还有一种就是他刚才那种方式，直接把冉翔压残。换血，对，因为你夏侯惇只要被打出被动，你自我4分钟龙团打不了。他就得回野区找野怪，先回一波状态，嗯，那就掉速率。金宇第2件装备应该是做黄盾，但前期的话已经是打到很多资源了，主要是拿了个暴君，然后中期的时候可以顶点坦度。对。但一诺发育没受影响，而且因为大帅一直在帮一诺的关系，发育路上对位经济还是领先挺多的。嗯。那同样的，龟七在对抗路也没有什么影响。对抗路上，狂铁虽然说打夏洛特好打，但是也压不住夏洛特。是的。但这个局面暂时是让 AG 拖住了，稳下来了。看 RW 侠要不要提速？下路3个人，2人帮做协防，让 RW 侠4个人过来也突破不了，只能反个小野走人了。想进蓝区看一眼，走一下，嬴政给大，角度很好，可以把人劝退，把人赶走，保住冉翔拿这个蓝 buff。啊，回自家野区了。这个红 buff 仓要拿了。这么打的话，就要拼10分钟龙团了。这个阶段 ，RW 想要打进 AG 的野区也很难，得找机会先把一个边塔给推了。哦，这波晚过把自己家的小野怪保住了。夏侯一直捏着大招，那海月是不太好拉他的。是的，链子容易被扯断。下路给了波压力，让长生过来做了波推进，推掉了 RW 侠的下路的一塔。RW 在下半图爆了波50啊，但是反而是自己的一塔没了，因为他没找到合适的开团机会。嗯，就是因为冉翔一直都不叫大，所以这个团能开起来的人，要么就是金宇的1、2，要么就是晚墨的大。最好的就是晚墨的大，把战场固定在那个地方，逼着 AG 不得不打这个团。但是因为冉翔捏大招，所以晚墨不敢开，怕被拉断。嗯，哦，细节雷手，是的，挡住了夏侯惇的这个大招。那这样的话吃起火，冉翔最终还是倒了。嬴政大招虽然扫满了，但是并不致死。这个蓝金宇没状态、没技能，也不太敢进了。嗯，蓝被一诺拿走了。哇，刚才那么金宇还是非常细节的，他直接跟冉翔头对头贴着墙，让冉翔那个大招啊过不去。是的，关键传染神创70%。现在状态回上来了，大招也好了，可以进这个红区。也有黄盾，先打人1、2，高思源1回来，再刷一个。海月拉狂铁，杨戬1进去了，看这波夏侯惇大招过来之后，想要去锁这个敖影，海月已经把人拉了进去，看敖影怎么喷，大招直接往前喷，落地给过控制，然后一诺这个位置已经被龟七先处理掉了，然后敖影直接绕到了塔后，但自己被少司源定住，最终是被长生梗 A 死，一波1换2。敖影进去是强行换个狂铁，然后夏洛特是硬杀了个仓，然后自己还出来了。RW 这个阵容前期金宇只要把强度撑住了，龟七正常发育，到后面 AG 也拿这个夏洛特没什么办法的。他们没有那种很好去拆夏洛特的人。对，你如果管夏洛特，你就管不了杨戬，更何况 RW 的这个阵容是可以杨戬、夏洛特、敖影一起进的。来回看一下这波，一样，夏洛特点满被动，然后仓过来想跟伤害，杨戬把红野拿掉，对，然后仓这时候开大招。夏洛特就在侧边叠着个满能量过来，2闪大招七星光芒剑，2技能再来个七星光芒剑，挥死之后自己还留了个2出来，然后敖影这波进去杀了个狂铁，但自己被少司源定在了塔下。
tyrant has been defeated. 第二条暴君拿完，马上 AG 的红 buff 又要刷新，可以继续打进攻。上路要定战场吗？大招，把狂铁拉进去，这波拉的有点尴尬。看在里面能打多少血的。狂铁出来了，狂铁是要卖掉了。对，嬴政这时候大招并没有什么好的效果，扫不死人。杨戬再一回来，打一套，苍跟技能给大招，夏侯惇过来之后给一套，但是哎，这波归期补了后面的伤害，应该是敖隐也补了伤害吧？ An enemy. 苍瞬间就被秒了，然后后续冉翔没走掉。 AG 想追的时候，苍过去迎头吃了很多技能。对，瞬间就被融了， 因为他这波也是没有闪现的，他只是硬着跟伤害。 10分钟的双龙，阿达布侠全部都能够控到。来回看一下，回看一下这一波，这波狂铁已经先倒了，嬴政大招也已经扫完了，然后夏侯惇从 L 草过来，是想要跟苍补一波伤害要准备留人的。啊，但这个时候过去就已经残了，然后海月的一技能拨过来，给他 rap 还有夏洛特的也有。啊，远距离 AOE 的伤害。 这样，现在 RW 侠掌控了局面，10分钟拿到了双龙的优势，7比1的人头，5000的经济差， Blue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而且金羽他虽然说现在啊，他是大红刀有暗影战斧，但他此时此刻马上就要2件防装在身了， Blue team has 要来个不死鸟之眼。他是有伤害又能扛。敖隐也是攻速暴击出装的3件套，夏洛特也是马上4件套，这个发育速率啊 ，AG 正面团战是有点接不了了。不好接。下杨戬血下的慢，然后面对敖隐和夏洛特2翼一起冲进来切 C 位的时候，他们又防不了。嬴政这波消耗不错，把敖隐的状态打低了，让敖隐不敢顶着，直接去点塔。那没关系，可以喝点鱼汤，就上来了。对，在朵利亚池子里泡一会儿。他自己有水龙魂，然后还有朵利亚， destroyed 也是双续航。这波拉海月大招个夏侯拉进去，把夏侯惇拉完了之后少个前排想打终结团，啊。嬴政又一个大招好了，狂铁闪现过来拍，但是冉翔出来之后没扛住，先倒了。狂铁2技能往回退，苍给一剑点残了杨戬，但是并没有办法到击杀。阿龙虾再给一剑再转一个中，这个中高也能下掉。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中上双高全破 ，RW 都不用回家，把资源一收，状态又满了。经济差已经这么高了，帮朵利亚拿个蓝 buff， 这样鱼汤更加鲜美。跳跃旋转，碧波闪闪。戒律 so that 海月大也好了，这波可以接着打。夏侯只要顶上来，海月就能拉。杨戬先冲，上去给个2，然后往外拉扯一下，夏侯惇搭上去，结果吃到了急火，梦溪一丝没有倒。狂铁被拉进去了。是的，狂铁在花海运转直接被击杀掉，他的位置也很惨。夏侯惇跟过来，大招在2技能往回退，夏侯惇有大招，吃个龙魂没有倒，但是下路可以强拆。兵线来， blue 直 team 接推。 destroyed a turret. 中下2路线，依旧是想要打持续一波的。嬴政大招好了，少思源给个大招，而大家走位避一波 ，AG 清掉了这波线。而 W 家发起了撤退，回去再拿龙，继续把野区全部搜刮干净，真稳。跟上一把的节奏一模一样。今天的这一支济南2W 侠用2个字来形容他们：陌生。那今天的成都一超会也能用这2个字来形容一下。那 AG 换人了吗？是不是有借口？都太陌生了。拿龙，想卡双龙吗？这么卡吗？
，AG 也没什么办法。把那个主宰的血卡成一丝了，我刚刚看到主宰的血量应该就剩一丝93滴血，这么卡龙， Dark Tyrant has been defeated. 这得 Overlord has been 足够大的 defeated. 优势才能够做到。只有足够大的优势，对手才不敢出来。对， RW 侠想在这一波直接终结比赛。地射前方，兵线进来了，嬴政大招扫完，后面还有一波。看直播怎么说？杨戬一进去，一个二技能会3个，然后吃集火，少团一回来，但是兵线进去了，敖影大招直接往里喷，里面的兵线没清完，外面还有一个线，上路有个兵线溜了进去，看敖影要不要去推加，选择回头打人，但是小鱼发现了这个兵线，回头2下把水晶 A 掉，让我们恭喜济南2W侠2比0，又是一次2比0，跟春季赛的那次常规赛交手一样，但这一次2W侠能不能抓住机会？这场 BO5 如果他们能够赢下来，如果能够战胜成都 AG 场玩会，他们前2把的失利几乎都可以通过这一场 BO5 抹平。让我们把时间交给评论席。哇塞，今天的这个2W侠确实很不一样啊！现在已经2比0 AG 来到赛点了，确实不一样了，感觉归期在打渲染的时候有点猛啊，感觉就找回了曾经的自己，状态回来了。包括感觉他切 C 盯的也是非常在线的。确实，嗯。